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远古外星人。在旧约中的先知以西结呢，就详细描述了自己看到从云中驾驶着车子的神。许多古代呢有关于人类的传说的，都提到过类似的故事。难道说这些记载呢，都是对当时先进文明降临地球的真实记录吗？那外星人在上万年前就已经来访过地球，并承诺还会再次到来。通过那些古老的技术呢，一个关于远古外星人的真相呢，就逐渐浮出了水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人类历史的天外来客。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在遥远的过去，外星人是否真的来访过地球呢？那这些远古外星人是否为人类的文明诞生做出了贡献呢？我们的古遗址中是否藏着他们存在的证据呢？人类的科学家呢，也有过搜寻地外文明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呢，仅仅只研究于宇宙深处是否有外星文明的存在，这远不及远古外星人这个问题有争议。因为在1968年呢，冯·丹尼肯就提出了远古外星人理论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需要采用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早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切考古的记录，因为我们可能还未认识到呢，一些古建筑是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或是在非人类的智慧生命的帮助下而建造的。现代的火箭之父赫尔曼·奥伯特呢，也认为整个宇宙的空间呢是存在着其他智慧生命的，他们或许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来访过地球。为了证明远古外星人的理论呢，冯·丹尼肯呢将目光就聚集在了秘鲁呢有名的纳斯卡线上。在秘鲁境内的沙漠中存在着成百上千条的线条，那这些线条呢与现代的机场的布局有些相似。冯·丹尼肯呢就思索着他就说，这些是否就是远古时代的外星人的机场呢？这种联想就成为了远古外星人存在最有名的例子之一了。这项研究就彻底改变了科学家呢对该地区以及当地文明的看法。在这样罕见的情况下呢，科学研究者才着手解答远古外星人的问题。如今呢，全世界成百上千个遗址呢都提供了证据，就说明呢这些历史遗迹呢远比主流的考古学告诉我们的要复杂得多。有些文明中的传说呢，明确就提到了众神来到我们的人间的时间，而埃及文明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传说呢都讲述着从天而降的神，讲述着神与人的互动，讲述着神传授文明给人类。从吉萨高原到秘鲁的山脉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远古的年代呢，外星人呢来过地球。如果说要把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所有发生的绝大多数的神迹都归咎于外星人的话呢，那外星人到底在哪儿呢？他们隐藏在人类模样的面具之下吗？还是说他们就在我们地球之外的某个地方而操纵着这个舞台呢？这就是撒加利亚·西琴呢所提出的流传最久远、最神秘的远古外星人理论。他就认为呢，地球的外星统治者是来自于太阳系中某个尚未被发现的星球，他们在千百万年前呢就已经来过地球了。而西琴就认为呢，犹太人是地球上相对而言出现较晚的民族，他们大多数的神话呢都借自于古巴比伦和苏美尔。于是呢，西琴就开始学习苏美尔语。在1976年呢，他的著作《第12个天体》一书中就指出呢，这些苏美尔语中提到的太阳系中是存在第12个天体的。行星上的居民呢，早在40多万年前呢就已经殖民了地球。我们人类呢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在30万年前外星人的实验室里通过基因改造而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地球当时需要劳动力嘛，那地球被来自于尼比鲁行星的外星人殖民，其目的呢是搜取地球上的矿物质，尤其是黄金。那随着尼比鲁行星的大气层逐渐的消失呢，这颗行星上的生命呢也在45万年前就面临着灭绝的境地。那一位尼比鲁人就逃到了地球上，他就发现地球上藏有着丰富的黄金，而黄金呢能够让他的家乡的大气层呢再次复苏。所以随后外星人就开始开采地球上的黄金。那首先从波斯湾提取黄金，然后再把黄金呢运回尼比鲁行星。为此目的他们就在中东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太空港口。西琴最后就总结呢，大金字塔呢，也就是人类眼中的众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建造的。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呢，就把他们叫做阿努纳奇神。而阿努纳奇呢，他们就意识到尼比鲁的行星会在公元前1.3万年灭亡将引发一场巨大的海啸。那阿努纳奇人呢，就发誓不让人类知道即将到来的大洪水灭顶之灾。可是呢，他们中有一个人就违背了誓言，把这个秘密呢就告诉了诺亚。虽然外星人承诺呢他们会再次回到地球，但是他们还是主要采取不干预的政策。所以绝大多数的远古外星人的阴谋论呢，
都可以追溯到撒加利亚西秦那里。不过这一理论呢，还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西秦的理论中就使用了一个核心术语是母，它把母呢就定义为椭圆顶的圆锥形物体，它可以直立，从而得出是一个航天探测器。那外星宇航员呢就借助这种航天探测器行走于他们的轨道空间站和我们的地球之间。但是美索不达米亚中的词典呢就把这个词定义为天空，还有的解释为是雨。那这种定义就同这个西秦的解释不一致。且天文学家呢在电脑合成的技术中观测过第12个天体后，就认为呢它绕太阳轨道一周需要3600年。那对于一颗那样大小的行星而言，它要维持生命似乎不太可能。不过远古外星人的支持者们在旧约中就找到了证据，表明不同寻常之事正在发生。比如说约拿和琼之间的故事呢，就是旧约中较为有名的神话故事了。在该故事中呢，约拿就被一只鲸给吞噬了，但却活过来讲述了这个故事。虽然这种生物呢被普遍认为是鲸，但是其明确的写道是一条大鱼。在旧约约拿书中就讲到约拿如何在其肚子中走动呼吸，他甚至在该生物的肚子里还看到了山顶。那这样的描述就说明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普通的海底生物。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这两座城市的具体位置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人们认为呢，他们就是在死海的南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在创世纪第19章就记载呢，由于两座城市的居民极为邪恶，上帝降临了火雨和硫磺呢来消灭他们。只有罗德和他的家人呢幸免于难，他们事先就得到了警告。那这样呢，他们就提前离开了该城。在毁灭该城的前一晚呢，两位天使还拜访了罗德，告诉他呢即将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而天使告诉罗德呢往山上逃，他和他的家人呢在山上会很安全。而且天使还警告他说呢，在逃亡的过程中不可以回头。但是呢，罗德的妻子呢还是回头看了，结果呢他就被变成了一根岩柱。第二天罗德就看到了曾经屹立着的两座城市呢上升起了滚滚的浓烟，而城市呢化为了灰烬。在人种学家阿格雷斯特看来呢，索多玛和俄摩拉呢是被核爆炸而毁灭的。在以西结书的开篇的章节有一处神秘的描写，就讲述了先知和上帝之间的亲密接触。以西结呢看到了狂风从北边刮来，随着一朵闪烁着火光的大云飘来呢，周围还有光辉，又从其中显现出4个活物的形象出来，它们各有4个脸，4个翅膀，在4个翅膀以下呢有人手，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其具备直往前行。至于他们当时脸的形象呢，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呢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边呢有鹰的脸。而火在4个活物中间上去又下来。他说这团火呢有光辉，从火中呢还会发出闪电。以西结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呢，就见到活物的脸旁边有一个轮子在地上，而轮子的形状和颜色呢，他说就好像水苍玉。4个轮子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形状和做法呢就好像是轮中套了一个轮子。这种幻象之物呢，是以西结在约公元前的593年到公元前的571年之间他所看到的7种所见物之中的一种。大约在公元前597年呢，以西结被尼布甲尼撒国王流放到了巴比伦。那个时候呢，以西结约25岁，他生活在加勒底加巴鲁河边提勒亚毕的一个村子里，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一家寺庙里的祭司。以西结的所有所见之物呢，均发生在他被流放的那段时间。而以西结在他的幻象中所看到的东西呢，目前仍然是个谜。而冯丹尼肯看了以西结书之后就激励他在这书中呢，把以西结的故事作为旧约中可能与外星人接触的证据。有学者呢以以西结阐述做了解释。约公元前593年呢，以西结坐在加巴鲁河边，就看到了北边冒出来一团琥珀色的明亮云团，如同火焰一般。而云团呢越来越近，他就看到了4个碟状的物体，他把它们称之为轮子。他说至少有一个物体呢是降落在了以西结的身边，而里面呢就出来4个像人一样的生物，每个人身上都有2对翅膀，他们的翅膀上绑着一个装置。那这些装置呢，让这些生物能够快速的移动。以西结就描述呢，当他们走动的时候他说我就可以听到他们翅膀会发出响声，那个响声就像流水的声音，这就表明翅膀上是安装有某种装置的。他就看到飞船上有一个王座，似乎是囊括了飞行员座椅的一种圆顶形的结构，那里面就坐着一个像人的生物。以西结当时看到他呢非常害怕，因此还栽了个跟头。这个时候呢，飞船里面呢就传出来一个声音说叫他站起来，然后呢他就被带上了飞船。
之后又听到了轮子的声音以及急速进行的声音，于是呢，他就被带到了提勒亚庇。以西结当时就说，他的被流放的同胞们就都生活在那个地方，而且他惊恐的还同他们一起在那里生活了7天。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位工程师呢，就根据这一段技术呢，绘制出了以西结看到的飞船草图。这一系列的技术图纸呢，就表明以西结的确是看到过飞船，而以西结的描述的飞船呢，借助当今的技术是能够建造出来的。其形状呢，极其像双子星座的宇宙飞船或者是阿波罗宇宙飞船。然后呢，又增加了类似于直升机上面的装置来控制其飞行。从这位工程师对以西结书的理解来看呢，他就认为以西结在这种飞船中飞行了至少3次，而以西结呢，第3次和第4次遇到外星生命之间是隔了20年。在这4次的相遇之中呢，他被带到了一座神庙里。绝大多数的评论者会认为呢，该神庙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而以西结呢，显然对该神庙是非常熟悉的但他在这个幻象中却未认出来该神庙，而且对该神庙所处的位置细节呢，同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呢也是不相符的。许多人就认为呢，以西结实际上是被带到了一个被称为查文德万塔尔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位于秘鲁的北部，其面积和地理位置呢，同以西结描述的是非常一致的。冯丹尼肯也认同这种观点。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以西结被带到了那里无所谓他有可能同未知的飞行员一起去才是关键的所在。对于远古外星人的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以西结记下了幻象中的神庙和许多精确测量的数据。德国的工程师汉斯·郝伯特呢，就参考了这些数据而制作了一个精致的模型。他就把布拉里奇的成果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于是他得出结论呢，该神庙纯粹是一个工艺结构，能够容纳飞船以便进行维护的工作。他还认为呢，神庙就是对飞行员核反应炉进行维护工作的。他还提到了以西结对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呢，给飞船替换燃料过程的描述。在旧约中呢，最耐人寻味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在大洪水毁灭地球之前呢，诸多的族长以及他们的年龄问题了。例如第一个人类亚当呢，当时是活了930年，这就令人非常震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在创世纪的第5章中提到了一些族长以及其他人的寿命赛特活了912年，在105岁的时候才有了儿子。雅列呢活了962年。那这些人的寿命远远超过了现代人的寿命以及考古学记录所记载的寿命所以马丁·路德就认为呢，这些族长们的饮食规律身体健康、意外的事故呢，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是较少的，因此他们才能够活这么长时间。但其他人则认为那时的地球气候的条件是不同的让他们也许就可以长寿。对于那些去旧约中找答案的人而言呢，旧约呢并未就此呢给出解释来说明这些族长们的寿命为何会如此之长。如果我们不孤立的看待旧约呢，那么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就会再次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在埃及以及苏美尔也存在着许多为人们熟知的国王们。在大洪水毁灭地球之前呢，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统一之前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国王的身上。有些神呢，甚至比旧约中提到的那些人还活得长久，有活了几千年的。他们在苏美尔的文字记载中就读到王权从天上传到了埃利都。那在埃利都呢，阿鲁利姆就成为了国王，他统治了整整2.88万年，这就令人非常惊讶了。看来要是阿鲁利姆知道亚当只活了930年就去世那有可能他就会说亚当是年纪轻轻就夭折。难怪这些国王们会被视作是神，这正是撒迦利亚西芹所坚持的那旧约以及这些国王列表，他们就说明了一种事实，也就是我们同外星生命面对面曾经接触过。如果旧约只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那为何要在故事中插入让人难以置信的寿命的数字呢？因此有人坚信呢，也有人质疑。还有第3种观点就认为旧约呢是真实的，只是族长们并不是地球上的人类，而是恒星上的神，那些呢也许就是他们的寿命。当然了，还存在着第4种可能性族长们的确活了成百上千年，不过呢他们的年龄在吸收了天文学知识的基础上而进行了调整。也就是说旧约呢并非是真实准确的，而是各种各样复杂知识呢汇聚在一起，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但总体而言呢，旧约的确表明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继续。有大量直接的事例就提到了生活在迦南的巨型生命以及即将到来的以色列人必须同他们斗争，打败他们，然后占领土地。以色列人称这些生物为拿非利人。在书中呢，拿非利人被认为是泰坦人，
那泰坦人呢，是众神和人类结合的强大的超自然后代。但是无论他们是来自哪里呢，都不会是人类。犹太人的传说和其他的传说都提到了这些生命是如何同众神有关联的。核心问题是，他们就是上帝或众神吗？有没有一种可能，非人类的但又不是神的实体被误认为是神呢？莱西兄弟于20世纪20年代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拍摄了一部关于货物崇拜的记录。一个小组的冒险家就登陆上了该岛，开辟了一片丛林让他们的飞机好着陆嘛。他们同当地的人接触就告诉当地人，他们不是来偷东西的，而是需要地方来停一架飞机，是天上来的一种大鸟。那这种鸟呢，还能够发出巨大的响声。而且飞行员格拉伯夫斯基呢，是一个个头很高的小伙子，他就穿着飞行员的飞行服呢，戴着白色的头盔，黑色的护目镜。当他打开机舱走下飞机的时候约有2500名当地的土著当时是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地站在飞机降落的那个场地边见证这一幕。没有任何人说一个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那个飞行员就是神，他是驾着天上的鸟而到来的神。这就表明，当拥有先进科技的文明到来之时呢，人会被误认为是神。也就是这种证据呢，能够证明非人类的智慧生命曾经被人类误认为是神。有人类预言，在将来呢，众神的黄金时代会再次来临。而黄金时代呢，就是众神生活在人类中间，传授给他们包括星座的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黄金时代的存在呢，正是我们在远古文明的传说和神话传说中所读到的故事。而巴比伦人的文明之神俄安内呢，就曾经在波斯湾的水域出现。他和当地人交谈，教给他们包括星座和知识，也承诺呢，将来的某天会再次回来。因此呢，事实上无论是人类还是外星生命都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神。那么以西结同上帝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就是同宇宙飞船的飞行员和操作员会面吗？神曾经来到我们的祖先的身边，同他们进行交谈有时还会引导他们。看起来呢，像是在促进我们文明的发展进程。而古埃及以及苏美尔的记录中记载呢，他们认为众神曾经统治过他们的家园。如果想要得到确凿的证据呢，我们就必须要研究地球这颗行星上的大量考古记录。那些伟大的建筑遗迹里呢，也许就藏着更为先进的文明降临的痕迹。那么好了，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